现在分2队，1队1个。是。别动，警察！干什么？是你？收险了。少废话！我现在怀疑你盗窃车辆。侦查意识不错嘛，还知道不能留下指纹。这车是我的。是你的，你为什么还撬车呀？车钥匙丢了。行驶证呢？车是我租来的。租的？租赁合同呢？没带。明明看见你在撬车，你又说车是你租的，你又拿不出租赁合同，你当我那么好骗呀？左哥，嫌疑犯往东门跑了。收到，我马上到。我现在怀疑你盗窃车辆以及扰乱警方视线，有帮助犯罪嫌疑人逃逸之嫌。走吧。来的正好，把他带回去，铐上。走。是。站住！别跑！警察！看见没？啊，3分儿。还不过去帮忙？保持点。哦呦，王队，左儿，你这，那是你们省队教的吧？干嘛呢？完事了没有啊？完事了还不赶紧回去睡觉？老沈啊，你们1队要是总是这样做事情，你让我们整个刑侦大队的形象还要不要了？不就是个灯罩吗？通知户主，告诉他有权向队里要求索赔，到时候给人家认真的道个歉。以后注意一点，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财产。是。我们队的年轻人态度就是好。还不是你教导有方。我告诉你啊，领导说了，明天中午之前这个报告是一定要交的。明天一早就能看到。哼，你要是交收队，我可是。收队。身为人民警察，保卫人民。好啦，沈队，我问您，我刚才抓的跟嫌疑人穿一样衣服的那个人，您审了没有啊？审什么审啊？一场误会，人放了。放了？我好不容易抓的，您说放就放，你也不审审？人家是来看朋友的，有人证，租车的租赁合同也找到了。你可倒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家给铐那儿了啊！阿祖啊，你以后办事你能不能你，算了，过去了。可是刚才我问他的时候，他回去写报告。别担心，如果屋主索要赔偿的话，那也是队里赔，咱们就是过来通知的。我烦的不是这事儿。昨天晚上那个乌龙事件，对不对？我总觉得那人没那么简单。你想多了，没人。哎，请问你们找谁啊？您是这家的主人吗？哦，不是，这是我叔叔家。你们是？警察。警察？叔叔就我一个亲人，虽然说平日里走动不多吧，但还经常联系的。
但这几天我联系不上他，比较担心，所以过来看一下。哎，这边楼上就卧室。哎，快过来看！叔叔，叔叔，怎么办？给队里打电话，叫消防过来。叔叔，叔叔！有什么发现？有一封遗书，目前只收集到一组指纹，应该是死者的。另外，现场门窗完好，没有外侵痕迹。这么说，应该是自杀呀？先别着急下结论，等法医来了再说吧。这个带回去做笔迹鉴定。是。你怎么看？你真觉得这是自杀吗？这是基于目前现场的初步推论。动机呢？癌症。据我了解，死者目前仍身兼瑞驰银行行长一职，病情也没有到达很严重的程度，态度也没有很悲观，反而是积极配合治疗，所以我不觉得他会自杀。你认识他？见过几面。见过几？请问怎么称呼啊？你跟死者认识？你们什么关系？小姐，你什么都不说，我们警方很难办。别看，会做噩梦。不好意思，沈科长，我来晚了。你是法医还是科长？尚科长是由省厅调来咱们队的。不可能吧？你好，我是秦佐曼。你好，尚薇薇。怎么样？死者口中含曲，无法透视瞳孔，也没有尸僵特征。根据虫卵形态和季节温度，相信死亡时间超过56小时。死者的体表没有明显外伤，也没有骨折或撞击的痕迹。另外，我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死者的尸斑堆积于脚底，除了脚这一块，我没有在他的其他部位找到尸斑。这说明死者死的时候是站着的。可是死者明明是蹲坐着的呀。真正的死因我还需要进一步查验，您尽快弄到家属签字吧。走了。尚科长，辛苦啊。哎，现在你怎么看？诡异，太诡异了！这么复杂的自杀现场，我还是头一回见呢。笔迹鉴定那边已经有结果了，遗书不是死者写的，但这也并不能作为死者非自杀的证据支撑啊，只能说有他杀的可能。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从现场看，没有任何的外部入侵的痕迹啊。那有没有可能凶手是死者的熟人，所以可以平和地进入现场？但他又是怎么离开的呢？你看啊，房间所有的门窗，除了那道蒙白布的门之外，全部从内反锁。但是那道门也被白布紧紧地蒙上了，相当于上了锁。更何况，死者用身体挡住了这道门，根本没法离开呀。这是一间密室。左曼，尚科长。尚科长，你怎么来了？你们审队呢？啊，沈队带队出去走访了。那你把报告给他吧。啊。胰岛素注射过量。死者患有糖尿病，需要定期注射胰岛素，但是胰岛素一旦注射过量就是致命的。我想起来了，死者有一个家庭护士啊。他当时回老家了，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现场好像是没有找到注射器的。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是另外的人给死者注射了胰岛素，然后把注射器带走了。哈哈。但是
这好像确实没法解决凶手是怎么离开现场的这个问题，对吧？现在的问题很棘手啊，搞得我压力很大，很大，很大，很大。所以我深刻的认为，咱们应该咨询一位对密室侦破有所研究的专业人员。中午吃饭的时候，法医科的尚科长给我推荐了一个人，说是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专业最年轻的副教授，刑侦学博士，曾在英国留学，参与过很多省级刑侦学学科研究。刚回来，听说课上的不错，但是人不太好相处。要不这样，我把你俩也送到政法大学，你们也好好深造进修一下。等你们学成归来，再为队里提供帮助，好吗？从人类纯理性过一下，不好意思。在封闭借过一下，谢谢。只有两种，不好意思啊。第一，死者自杀；第二，非谋杀性死亡。这就是具体性写实推理当中密室的基调。所以之后人们通过这个思考脉络，你认识啊？将密室分为就那天晚上那个啊。和写实性。黑衣人。浪漫型密室的用途是制造无法解释的谜团，而写实型密室就是凶手用来保证自身的安全。作为凶手，是大学老师，奇怪，不知道哪天晚上我逮他的时候正在敲车，他说车是他租的，可是他又拿不出租赁合同。那位同学，别看别人就说你。我啊，我刚才说什么？穆教授，我就知道您能答上来，您果然是我们要找的人。是这样，我们队昨天接了一个案子，跟密室有关，特别需要一位精通密室的专家来帮助我们。您能不能抽出一些宝贵的时间？没时间，我还有课。哎！啊，不好意思，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您就跟我们去现场看一眼，指导指导，我们学习学习。刚才听课了吗？听了，受益匪浅。那就够了。理论指导实践。不是，您这么有才华又有能力，跟我们去现场。只有能力不足的人，才会把时间浪费在揣摩别人身上。这么没礼貌也能当教授？不帮就不帮，咱们自己查，有什么了不起？哼！人呢？
人家没时间，说不来。然后呢？左哥说了，他要自己查。你自己说的呀，先把穆教授的论文看一遍，然后再理论结合实践的查。我不管你们怎么搞，破不了案都别回家了。是。就1顿午饭的时间，我就能带您从现场窜个来回，保证不影响您下午的课，行吗？我要吃饭。我知道7-Eleven 有一款特别好吃的便当，而且还不贵。对于吃饭，我从不凑合。要不然等案子破了，我再请您吃顿好的。我不要。那您要什么？您提要求，我们尽量满足您。要不是这次案子棘手，我们也不会来麻烦您的。再说了，这次案子也能跟你联系上。就那天你去的那别墅区，死者是谁？您看一下，我们这儿呢一共有5种尺寸的保险箱，而且保险箱的材质都是军方标志，不管是您的物品还是客户信息，都不会从我们这里泄露半分。每次开箱，指纹、密码、身份证明3者缺一不可。而且你们一定要把事情处理好。好的，领导，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要认真。请问您还有什么问题？穆教授，聘书给我，这么痛快？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上午有课，下午来接我。下午2点，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在整个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死者其实是一个并不爱与人交流的人，所以没有人会去刻意注意他。有个孩子说自己到院子里捡球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站在门边，但无法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死者。另外，在白布上我们找到了属于死者的皮屑和 DNA， 而贴着白布的双面胶上并未找到指纹。你别念了，都不知道他听没听。我也不想念呀，这不是没办法吗？反正也快念完了，能听多少算多少。茶几和沙发上也没有找到任何指纹，包括死者的，相信是凶手刻意抹去了。目前确定凶器就是注射器，我们的同事已经去找了，但是工作。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线索了？没有啊。没有吗？您不是专家吗？专家都是你们说的。哎，你这个人，我就说了。有你一快递，谁寄的？政法大学木下。看看。昨天他不是在现场拍拍屁股就走了吗？怎么还给你寄东西啊？上锁的房间。这是模仿作案对吧？小说的第1章故事，站立的男人，说的是失踪数天的殡仪馆社长被发现死在家中。现场的布置跟咱们的案子是一样的，先将尸体立在门后，用茶几抵住，门和尸体还有一定的距离，足够让他通过。等到48小时以后，尸僵状态完全解除，最后呈现的就是坐姿状态。
门上挂着的白幕布是丝质的，可以辅助顺滑，让尸体更加顺利的坐下。密室之所以为密室，很多时候是需要旁观者去见证的。我们已经锁定了嫌疑人，死者的侄子蒋文，但是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我们也只能把人放了。在案件进入到死胡同的时候，是尚科长提供了新方向。死者患有糖尿病，需要定期的注射胰岛素，但是胰岛素一旦注射过量就是致命的。所以我们也调整了侦查方向，找到了死者的家庭护士魏小杰，只有他了解死者的病情，可以接触到药物，完成谋杀。很好。哎，穆教授，你别光很好啊，你倒是把话说清楚了。我已经破解了密室，捉拿凶手是你们警察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但是现在问题又出现了，在不止一世的时间内，他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明。你说的遗失布置的时间，我在老家，家里的亲戚朋友和邻居都可以为我作证。而且你们警方不是刚刚把我从老家带回来吗？可是你并没有否认你杀害死者的事实。我没有杀害先生的动机。他没有，并不代表遗失布置的人没有。你的意思是买凶杀人？现场数据都测量过了吗？测量过了，这些数字我都看了不下20遍了。死者与门之间仅有25厘米，这个距离对于一个体型标准的人来说是出不去的。但如果这个人是身形羸弱的人的话，穆教授，我跟你说话呢。队里说有一户人家煤气泄漏，没人敢开锁，需要我们过去帮忙。案子可以等一会儿再破，但是那边已经人命关天了。你怎么了？你想什么呢？死者身边有没有身材瘦弱的人？我马上去查。他是谁啊？范一鸣是死者的私生子，知道两人关系的不多。我找他了解过，他在案发时正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所以排除了。带他回来再问一次。就算我在现场出现过，你也没有证据证明我杀过人。律师刚刚提供线索，在1周前，你父亲已经决定在财产继承人的名单中把你的名字划去。除了律师，最有可能知道的人就是家庭护士魏小杰。而你跟魏小杰的关系，好像不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吧？魏小杰已经承认了，你并不甘心这么大一笔财产落到他人手里，你立刻去找你父亲谈遗嘱的事儿，结果不欢而散。所以在你离开之后，魏小杰进来像往常一样注射，但是量却比平时要多得多。等你父亲咽气以后，你立刻安排魏小杰离开，自己留下来布置现场。这篇讲稿是你写的，笔迹专家已经鉴定过，2个笔迹出自同一人之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要妄想钻法律的漏洞，你所犯下的罪行会受到最公正的审判。机长，来，把电话给我。喂，机长。机长，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机长。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没有。喂，机长。
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先生，飞机上不能用蓝牙耳机。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我们的飞机遇到不稳定气流引起颠簸，请您回到自己的位置，系好安全带，同时洗手间将暂停使用。感谢您的配合。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holding Cameron and continuous talk. For your safety, please back to your seat and hold down the seatbelt. Lavatories will be discarded.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机长，能听到吗？这位女士，麻烦您回到座位上。后面有一个老人身体特别不舒服，你们快去看看。好的，我们马上处理。好，谢谢。小柳，小柳，你去。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好像电子系统出现了故障，密码失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是警察。这个不行，机长还是没声音。现在飞机进入了雷暴区域，遭遇强风切变。如果不能尽快脱离的话，机体结构将会遭到破坏，造成事故。这个密码呢？密码刚刚更新过了，我们已经找到了安全专家，一会儿就来了。6位数密码，每个数位上都是从0到9，这10个数字其中的一个，将这10个数字按6位数排列，相当于10个6次方，也就是100万种组合。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我们的飞机遇到不稳定气流引起颠簸，请您回到自己的位置，系好安全带，同时洗手间将暂停使用。感谢您的配合。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holding. 把琴弦给我。你没有留指甲。左手指尖都是老茧，按照老茧的形状推断，你应该是个小提琴手。我需要你的琴弦。你干嘛？我劝你最好不要输入密码。如果不想坠机的话，快，赶紧输入密码，要不然来不及了。什么情况？电脑锁刚才处于断电状态，插上电脑以后帮它通了电。坏了，为了航空安全，电子锁在通电的状态下，操控机构就会起作用，里面的机械锁就会自动落锁。是我们把门给锁上了。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打开啊？浪费时间，这扇门用 AK-47都打不穿，怎么可能用发卡打开？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刚刚穿过了空中乱流风雨，现在回到了平稳飞行高度，我们将继续我们的航程。你还好吧？前往同江。谢谢啊。哎，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飞机颠簸的那么厉害，安全带指示灯却没亮，很明显，问题出在驾驶舱里。请警官，你们快进来看一下。我进来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了。人还没死，问问飞机上没有医护人员。好。小柳，查一下那个叫小柳的乘务员。你在咖啡里放了什么呀？我没有放什么，那只是高浓度的咖啡因。夺命咖啡吗？咖啡因含量是普通咖啡的80倍，达到致死量的1半。但凡是脏器弱的人，稍不留神就会有性命之危。我也没有想到，机长会去喝那杯咖啡。他不是目标。你的目标是副机长。那场车祸跟你们俩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他坚持临时下车，我男朋友就不会遭遇这场车祸。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为什么死的人不能是他？那这个电子锁呢？这个我不知道，我不可能去碰这个。秦警官，我们已经和地面联系过了，飞机落地之后会有相关的警务人员来接管案件。谢谢您。对了，落地以后请人来检查一下那个密码锁吧，看是意外，还是有人蓄意破坏。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降落，请您回到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系好桌板，标志性好打开遮光板，谢谢。配合。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plane has begun landing. Please back to your seat and hold your seatbelt.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木夏，这是你让我帮你查的瑞驰银行和伦敦爆炸案的资料。我跟你说啊，当时的情况简直是惊。
我就是这样的吗？坐，好疼，哎，快！我谈大白话呀，谈大白话，你可真能白话呀！当时要不是人家超哥在，剧中斗殴的早就被放走了。当时要不是有我吸引注意力，有超哥什么事儿啊？是，超哥人如其名，超级厉害。那我跟沈队建议一下，拿你去换超哥呀。那以后新闻警报谁上？我呀。啊？你？那问题是，万一出警了，遇到了危险，谁来保护你呀？我呀。沈队，换衣服。沈队，你们谁先来啊？左哥是我们队的冠军，跟人打才能显出您的厉害。沈队，我来。加油！沈队加油！犯罪分子可不会对你们客气的。身为警务人员，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更好的打击犯罪。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要勤加练习，不能松懈。是。我打算拿阿佑去换超哥，你觉得怎么样？是。哎呀，祖哥，你没事吧？不要紧吧？没事。来，加油！都2点了，也该出现了吧？别着急，早着呢。老杨说他们已经在这儿盯1天了，我有预感，他很快就会出现了。快看！慢点啊！现场的门窗都从里面反锁了，那也就是说，伤者是吃完安眠药之后再看煤气自杀。不会是自杀？你见过哪个想咨询短？他怎么在这儿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省公安厅派遣穆教授担任我局常年刑侦顾问，正好范一鸣的案子你们也认识了，今后穆教授就到你们组协助调查。我觉得我们不用每个案子都麻烦穆教授。多好的学习机会啊！别的组求还求不来呢啊！是，那个只要穆教授不怕麻烦，我们倒是愿意虚心请教学习。但是穆教授没有一线经验，这要万一出点什么安全问题的话，这责任算谁的呀？刑侦靠的是现场经验，不是光靠嘴上说的理论知识就能把案子破了。我只对密室感兴趣，不干涉你们办案。我是通知你们，不是咨询你们意见，哪儿那么多废话？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现在说回到案子，谁来说一下伤者的具体情况？伤者名叫胡林，女，26岁，东源建筑集团的职员，独居，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我们现在在做基本的排查。医院方面说人已经救过来了，但是因为吸入了太多一氧化碳，什么时候能醒就不好说了。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在胡林家发现了一瓶安眠药，怀疑是凶手给胡林服下安眠药之后，打开了燃气阀，希望胡林在睡眠中慢慢死亡。不可能。根据血检报告，伤者体内的3唑仑成分并没有完全分解，说明他吞下安眠药时间并不长，而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很高，这么短时间内仅靠阀门开启是做不到的，两者互相矛盾。报告，监控录像有发现。停。是他？你见过啊？这个人叫许志，是胡林的前男友，2个人在3个月前分手了。许志，希望你实话实说，好好配合我们警方的工作。我是去找他了，但是他没在家呀。你撒谎，他一直都在家，就没出去过。不可能，我敲了半天没人开门，然后我就走了。之后呢？之后去哪儿了？你的不在场证明根本不存在。我有不在场证明。说。没想到误打误撞破了个赌局，沈队这回肯定高兴坏了。这个许志可真够渣的，拿着自己的女朋友的东西出去赌博，怪不得胡林会跟他分手呢。左哥，那姓穆的到底跟你说什么了？怎么让许志一下就招了呢？想知道吗？一顿夜宵。行。这就是你说的豪华套餐。泡面大汤，豪华享受。所以，你的双倍呢？看样子你还不想要啊？正好我拿去把它退了，存钱买房子。你省这几块你也没住起首付，还不如花了省心。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点钱虽然买不起豪宅，但是过小日子还是可以的。你说什么？千里之行啊。然后呢？始于足下。再然后呢？这点钱买不起豪宅，怎么了？对啊，那串钻石项链价值几十万，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司里面普通员工能买得起的。方总，照片上的这个钻石项链，您认识吧？这是我买给我太太结婚周年纪念礼物，只是一忙起来吧，就给忘了。那您还记得把它放在哪儿了吗？我怕我太太来公司先看到，所以就让小胡给我保管了。你昨天的行程是什么？我让你说话了吗？昨天下午你干什么了？你们是怀疑我们？不排除任何嫌疑。你能不能别跟这儿添乱？没关系，没关系。我想想啊，昨天下午2到3点钟，我有一个董事会，期间我人一直在公司。我们公司有记录，而且也有人证，你们可以去查。好的，我们会尽快核实的，谢谢。请问你对胡林的个人状况了解吗？他特不合群，团建活动从来不参加。
他这个人可傲了，觉得自己长得漂亮、身材好就可以横着走。你说他一外地来的，还真觉得能在这儿有什么发展。林姐她个性很要强，上个月他爸来找她借钱，我还是听会计李姐说，她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她从来都没跟我们提过这件事儿。穆教授，你不是说不干涉本案吗？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我不相信他。不相信？不相信什么呀？他的不在场证明啊？冯东把结婚纪念日的礼物交给胡林保管，不奇怪吗？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想起来了。冯东在说话的时候一直在调整左手戒指的位置。人在撒谎或者想掩饰什么时候，就会下意识地做些动作，来缓解情绪。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呀？胡林要预支工资，作为上级的冯东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却装作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一定是在掩盖什么。你是怀疑那串项链是冯东送给胡林的？冯东婚内出轨啊？我已经查证过了，即使冯东有作案的嫌疑，但是也没有足够的作案时间。2点到3点之间，他确实在公司参加董事会，并且有会议录像。那胡林的父亲是什么情况啊？胡国庆49岁，胡林15岁那年，他有了外遇，留下一张字条之后就消失了，直到前一段时间突然出现。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线索，10多年前他给全家人买了意外保险，受益人留的都是他自己的名字，这当爹的绝了。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对呀，检察总长，看你这话问的，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来啊？我这儿有一份保单附件，内容呢是如果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内因遭受非本意的、外来的、突发的意外事故，致使身体蒙受伤害而残废甚至死亡，保险公司将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付保险金。受益人是你，被保险人是谁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检察总长，你刚才说那么多，什么意思啊？难道是小林他出什么事儿了？这不3天前他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就把这50万现金都给我了，还说不要让我还了，让我不要再去打扰他们母女俩。检察同志啊，我女儿她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就她一个亲人了呀，她到底怎么了？哎呦，小林！既然胡国庆已经从胡林手里拿到了钱，就没必要多此一举了呀。那胡林这50万是从哪儿来的呢？左哥，我有了新的发现。说。现金交易这种方式，就是为了不留下证据。本来我猜这笔钱是冯东给的，但是经过我仔细的调查，冯东的太太杨雪3天前从账户里提取了50万。那50万是我给他的，怎么了？说明什么？说明我杀了他。既然您知道胡林跟您丈夫的关系，这就证明您有杀害胡林的动机。哎，小姑娘，帮帮忙，你不要搞笑好吧？我杀他。哎，你知道什么叫夫妻关系吧？啊？夫妻关系就是说，从结婚那天开始，所有的财产和收入都是归夫妻双方均等的。只要有这层关系在，这个家
一半都是我的。冯东想要跟我离婚，分一半的家给我，你觉得他舍得啊？是，那种小妖精，冯东玩腻了嘛，一脚就踹了呀。我杀他干嘛？冯太太，您接。我不接，冯东没事儿的，我一会儿给他回过去。说到哪里啊？哦，对，那种小妖精缠着冯东是为了什么？为了钱呀！哎，钱我有的，我给他，我不差这50万的。哼，跟那种小妖精过不去，我脑子瓦特啦。哎，你们男人在外面花天酒地完了之后，我们总归要回家睡觉的呀，对吧，小姑娘？说的，我不过问你们的探案过程。我又没说给你听。按照杨雪的说法，这50万是让胡林离开冯东的报酬。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他确实没有杀害胡林的理由啊。但是很奇怪啊，胡林为什么不向冯东求助，却收到太太的钱呢？一根筋的单细胞生物。你说谁呢？胡林不想让冯东认为自己是因为钱才接近他，杨雪正是利用这一点，才跟胡林达成了共识。你的钱包。哦呦，你女朋友啊？怪不得这么了解女人。跟你没关系。停车！干嘛？要么让我下车，要么换我开。成天带着，你听什么呢？肖邦的第2降 E 大调夜曲。我以前上钢琴课的时候也学过2章节。不过后来我们都没坚持下来。刚才有人给杨雪打电话，她特意没接，是用短信回复的。10有8九就是告诉这个人有警察在，让他等会儿再过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二位放心，我们事务所最擅长处理的就是离婚纠纷这种案子。不用担心，我见得多了。二位是财产分割的问题，还是子女抚养权的问题？我是没关系，不用避讳谈这个。有分歧，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聊嘛。离了婚一样可以成为好朋友，买卖不成，仁义在。哎呦，对不起啊！哎呀，我搞错了，我把二位警官当成是下午来预约的那对离婚的夫妻了。你看，哎呀，我就说嘛，这二位看起来这么般配，一点儿都不像是离婚的夫妻。照片上的这位女士，你认识吧？杨女士吧？有印象。杨雪找你都说什么了？她委托我来处理她的离婚协议，主要是针对婚后财产的分割问题，还有婚内出轨状况等判决问题。问他第一次杨雪找他什么时候？
吴律师，杨雪第一次找你是什么时候啊？我看一下啊。不是，3个月前。我这儿有记录，你二位看一下。我查到，胡林在3个月前还没有进到东源集团。那杨雪是怎么确定冯东一定会婚内出轨呢？都是杨雪安排的。你俩还有默契啊？谁跟他有默契？魏教授，你怎么看？只要杨雪掌握了冯东婚内出轨的证据，就可以在离婚判决中占据主动，甚至可以让冯东净身出户。那有没有可能是胡林想假戏真做，而杨雪恼羞成怒杀人呢？不会，杨雪早就想跟冯东离婚了。她这么做就是为了分得更多的财产。即便胡林想要假戏真做，也只是坐实冯东婚内出轨的事实罢了。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还有一个人。谁啊？冯东。如果冯东知道胡林自始至终都在骗他，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骗局，他会怎么做啊？但是冯东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啊！要是他是罪犯，又是怎么布置现场的呢？都在呢。小张，你挺省啊，洗澡顺便把衣服都洗了哈。是有哥，水管裂了，里边水一直往外喷，关了总阀都不管用。上次队里翻修，把2个阀门对调了，难怪不顶用的。我这就去把它关了去。怎么了，穆教授？耳朵不好就不要总戴着耳机。你就直说呗，干嘛非得到现场才能说呀？哥，你别着急啊，人穆教授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被误导。打开的煤气阀门，含有3错轮的酒杯，还有胡林倒下的位置，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下意识的判断，罪犯让胡林喝下安眠药后打开阀门离开，目的是为了伪造胡林因为煤气中毒而意外身亡的假象。这才是最合理的逻辑推理。不合理。因为室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并不足以让人致死，除非有别的气体入口。你是说，即便关上阀门，依然不能阻止一氧化碳的产生？对，因为让胡林陷入昏迷的一氧化碳气体，并不是从这个房间里产生的，而是被人从房间外部灌入。上次队里翻修，把2个阀门对调了，难怪不顶用呢。里边水一直往外喷。那我们闻到的煤气味是有人要转移我们视线的障眼法。罪犯事先就设计好了这个死亡陷阱，他自己并不需要在场也可以完成杀人，而且他还利用了这一点，给自己制造出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哦，我明白了。技术科很简，测量过案发现场的一氧化碳浓度，厨房这里是最高的，也就是说，罪犯向公寓注入一氧化碳的通道就在厨房内。空的，能不能找到一间结构跟这儿一样的房间？没问题。冯总，这么晚还回公司啊？
新警官这么晚不休息，又是为了小胡的事儿吧？我今天不太方便，咱们改天再聊。啊，没关系。你们什么意思啊？耍我？当然不是，穆教授刚刚只是做了一个实验，看看是否真的能把一氧化碳传输上来。让胡林昏迷的一氧化碳并不是在这个房间里产生的，而是有人通过了某种手法将它注入到房间里的。某种手段？现在警察办案都是这么不专业的吗？某种手法是什么手法？如果说一氧化碳不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产生的话，那就是从墙上的通风管道传进来的。但是这里是5楼，这里是3楼，胡林家才是5楼。冯总，您不是没来过这儿，连我们都得仔细的找才能找到隐蔽的通风口，您怎么一下就说出来了？我本来就是搞建筑出身的，对于房屋结构呢比较敏感。如果你们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有个会。别着急啊，冯先生，不会耽误你很久，我马上说完。一氧化碳气体就是通过这个水槽进入室内，形成了死亡陷阱。穆教授啊，说到这个房屋结构呢，你可能就是外行了。不管是商品房也好，经济房也好，开发商呢都会选择相同的户型，所有的生活用水都是通过下水管道排入地下，而这一带呢正好是棚户改造房，所有暴露在墙体外面的下水管道都会被封起来，想要接触到管道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嫌疑人用了另一种方法，他把气体注入了下水管道。听起来稍微有点困难，但如果对于一个熟悉这栋楼内部建造的人来说，并不算十分复杂。你看，这个井盖连通着整栋公寓的下水管道，嫌疑人只需要将下水管道撬起，把气体注入到下水管道，那么密度较小的一氧化碳自然会顺着管道从1楼传输到5楼。只要有人事先安排好这一切，即使不在现场，也可以完成密室杀人。吴教授，你们推理很有意思，但是这件事儿好像不太成立吧？这栋楼所有的下水管道应该都是并联到那根主管道上的。如果有人要从那根主管道把一氧化碳输送进来，那么整栋楼的人都会一氧化碳中毒的。很简单，那只要把其他出口都封上就行了。而答案就在这个进行水封的存水湾里。水槽中的水会先积累在存水湾里，再进入下水管道。当存水湾的水封深度高于管道时，被注入管道的一氧化碳气体就不会散逸到房间里。犯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确认了整栋楼一般住户每天都有正常用水，而存水湾在每次过水之后都会重新被水封。也就是说，只要存水湾有足够的水封深度，气体就不会进入房间。犯人就利用这一点打开了胡林家的存水湾，把水清空。有什么新发现？灰。才完成了只把一氧化碳注入到胡林房间的密室杀人。如果不是警方提前赶到，恐怕又是一起恶性的杀人案件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即便你们所说的这种方法成立，证据呢？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戒指。就算你的这种说法成立，那你怎么证明那枚戒指就是我手上的这枚？那还不简单？只要对比你的戒指跟井盖上的微生物生长指标，不就行了？我又去帮那个人了。言归正传，冯总，当你得知胡林是你太太派来勾引你的人，为的就是制造你在婚内出轨的证据，于是你就开始设计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杀人轨迹。我想其他的作案工具你都已经处理了，但你偏偏忽略了你手上的这枚戒指。我问过你太太，这个戒指是你们结婚的时候特别定制的，其他的戒指根本无法在井盖上造成相同的压痕。我有个厉害！哼，你还想销毁物证？我告诉你，在交通部门的配合下，我们已经还原了你开车出城的路线，并找到了被你销毁的作案工具。我看你怎么狡辩。可以啊，小柚子，未卜先知啊！我是谁啊？是穆教授打了电话。他呀。大家先暂停一下。沈队，沈队，秦佐曼，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的好，值得嘉奖。沈队，这次其实穆教授功劳最大。我可没什么功劳。要不是有的人立功心切，我们就差点错过了最重要的证据。沈队，谭佑这次功劳也特别大。左哥，你还能表扬我，我真的是万分荣幸，受宠若惊啊！你也有嘉奖，下周的警刊形象大使仍然是你。是，谢沈队。穆教授，
案子都破了，还想什么呢？如果作案工具不是那枚戒指，如果不是我们正好出现在那个地方，这应该算是一起天衣无缝的案子了。不可能，没有什么犯罪是天衣无缝的。不过冯东用跟妻子的结婚戒指来谋害自己的情人，这也是挺讽刺的哈。我问过那个吴律师，因为冯东单方面的反对，他们的离婚诉讼议程无限延期。所以你是想说，冯东只是为了除掉胡林这个不稳定因素，继续跟杨雪生活在一起吗？他明知道这一切是杨雪安排的，他为什么还要选择跟这个女人共同生活呀？这就是婚姻契约的本质，共同经济基础上缔结的契约关系。你这是什么歪理呀？家庭与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没有必要给婚姻关系附加太多的情感期许，人本身就是自私的，任何形式的关系都不能掩盖这层事实。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女朋友呢？他有女朋友啊？我性格这么好，这么体贴，都没女朋友。他这么怪，他有女朋友？这是我从冯东电脑里复原的网页访问记录。冯东和范一鸣情况类似，不过他的密室手法源自一封神秘电邮。查出是谁发的吗？这封电邮的 IP 信息被进行过动态加密，很难追溯来源。哦，另外我查到了这个，10年前东元建筑参与了瑞驰银行的通风系统建设。东元建筑和瑞驰银行有关。冯东在成立东元建筑前期和朋友搭伙承包了不少的项目，瑞驰银行就是那个时候接的。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喂？这是你的老师申请让我交给你的。先生，这款产品讲明了5万起投，您只有4万8千块，抱歉。谢谢啊。不好意思。哎，真是2000块难倒英雄汉呀！不行，我要努力存钱。陆夏。